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这支视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靴子合集。在上一支视频里不是和大家分享了我平时挑靴子的一些小技巧嘛？结果意外的有很多朋友说很有用，然后都让我尽快的出靴子合集。其实我本来是想说我再过段时间再出的，因为我本来想说现在刚刚入秋嘛，然后我可能还会再买一些靴子。结果就是去整理的时候发现我的靴子就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靴子就已经有14双了，而且我自己是觉得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再买靴子，所以我今年呢应该不太会有可能再买更多的一些靴子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趁热打铁吧。但是在这个视频里分享的这14双不是我全部的靴子，因为我其实还是有蛮多靴子的，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靴子我自己买回来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失败的部分，有一些我没有那么的喜欢的话我就不跟大家讲了。然后由于今天的靴子会比较多，所以我会把每一双靴子出现的时间放在视频里，如果只想看一双或者几双的话直接跳到那里就 OK 了。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从第一双开始看的，因为我每一双真的都是超级喜欢。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第一双靴子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里的这双 Ganni， 它是我最近期入手的一双，大概就是在上个月入手的，或者上个月吧，就没有太长一段时间。我收到现在我真的穿了非常多次，大概我最近的10套穿搭里面可能有8套都是由它来搭配，而且我在上一支视频里面也把它作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来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次嘛，所以我在这支视频里面就不跟大家细的讲它的那些优点了，主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去搭配它的。然后这双靴子呢，它的靴筒是属于比较宽松的类型，所以它是完全可以光腿来穿的。在侧面的部分呢，就比如说我穿进去的时候，我的整个小腿是这样的嘛，所以它跟我的小腿是有一定的间隙的，就会显得我的腿比较细。正面的地方呢，这里也比较紧嘛，所以我平时在搭配那种9分的裤子或者半身裙的时候，搭配起来我的脚踝也是看上去很细的。而且这双靴子它本身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有一点点来自于西部牛仔靴嘛，所以我们在穿搭的过程中呢，我会觉得它能够给整身的搭配会增加一点点那种率性的牛仔感，再加上它是一个白色，像这种比较基础的颜色的话呢，它也会比较好搭配嘛。还有一点就是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丢丢的这种鳄鱼纹的，所以它不会让整双靴子显得特别平，而是让靴子就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就算它穿久了会有一丢丢的皱褶，搭配这个鳄鱼纹你也不会显得就是旧的，这是我比较喜欢这种鳄鱼纹的靴子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能够隐藏住你那种穿着的痕迹。然后第二双靴子就是我手里的这双 And Muller Mister， 我其实推荐它非常多次了，然后我已经拥有它接近可能4年的时间了，就是穿了非常久，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状况都很好，所以也是证明了它的质量非常好，也不会就说你穿的可能过了1年它就变形啊走样啊，你就再也不会穿它了。因为像鞋子这种东西，它一旦变形就会变成一双永远都不会去碰的鞋子。然后这双靴子我之所以非常推荐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百搭，因为我真的穿了它太多次了，这4年里我就每一次到了秋冬天我都是一定会把它翻出来，然后一直不停的搭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双靴子它真的非常的软，就是它的皮质很软，而且很贴我的腿型和脚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皮大家可以看到是很软的，所以我们穿上之后呢，它会有一种自然的包在你的脚上的感觉。虽然它的靴筒部分的皮是非常软的，但是它在鞋面就是你脚趾的部分的这个地方它是做了那种硬的，所以就不会出现说那种非常紧的软皮的鞋子，你在穿上去之后你的脚趾就在那里就是你知道脚趾的痕迹，就其实蛮尴尬的。我不太喜欢那种鞋子，就我喜欢穿上去之后比较光滑，然后显得我的整个人比较精神。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这双靴子的地方，就是它的脚面的这个鞋面宽度比较宽，就是很适合我来穿，就是适合我这种头比较大的，就很适合我的身形，然后能够优化我的整个头脚比，就不会让我的头显得特别大，然后脚显得特别小。我真的可以跟大家保证，这双靴子如果你入手了，然后这个鞋面宽度是适合你的话，你一定会穿很多年。不要看它长得很普通，但是上脚真的很好看。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非常流行的厚底靴，是来自 Dr. Martens 的。其实这双靴子是我去年冬天就入手了，它这个厚底的感觉穿上之后就是立马的
会显高，然后也能够平衡我的头脚比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然后关于搭配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双靴子它其实局限性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像马丁靴这种靴子，它的整体风格感非常非常的强烈嘛，就是属于那种非常 raw 的，就有点野外的呀，然后那种军用靴的那种感觉嘛。所以我在搭配这双靴子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搭配那种像军装裤啊，其实今年也非常流行嘛，属于那种偏向于可以 match 到它整个风格的那种衣服的。然后这双靴子呢，其实因为它的价格在我今天介绍的靴子里面不算特别高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它性价比是很高的。但是还有一点我需要和大家说明的一点是，因为这一双就我这双它是一个硬皮质的一双马丁靴，所以我觉得穿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丢丢的磨脚的，特别是磨脚踝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是个厚底鞋。厚底的话呢，其实厚底鞋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跟脚，因为它厚底嘛，你在脚走的时候，这个厚底就很难弯曲，所以你走的时候呢，它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不跟脚，它就会出现一定的磨脚问题。再加上这双靴子的皮又没有那么的好，又比较硬，所以它会有一丢丢磨脚的问题。那么大家在平时穿的时候，可能要穿比较厚的袜子，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的腿的皮肤给完全包裹起来，才会预防它磨脚的问题。但是这双靴子呢，我总体来说还是很喜欢的。然后在你搭配的比较好的时候，它整体的氛围和你整体穿搭的风格都可以立马的烘托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靴子，我想大家分享的其实和刚刚的马丁靴整体的风格很类似，所以我就一起来和大家讲了，就是这一双，然后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入手的，来自一个巴黎的出鞋子的一个品牌叫 Both。然后当时我发现它的时候，就大概只有几千的 Instagram 粉丝吧，然后今年就真的发展的很好了，就入了很多大型的电商，然后买手店，我就觉得还蛮替他们开心的。反正我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一定会火。而且这双鞋子因为它上半部分的这个地方非常软，所以我穿它也是从来没有出现磨脚的问题，很舒服。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旁边的这个拉链，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系起的，所以我每次穿它我是会比较费劲的，就是你要在那里绑很久，然后要坐下来，一定要坐下来，所以就家门口一定要安一个凳子，然后坐下来慢慢的去系它，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穿这种军用鞋的一个乐趣，就是你需要一点点穿进去，也是一个过程吧。其实我有时候还蛮喜欢这种鞋子，它稍微复杂一点，能够给我一种我在仔细的去绑它，然后我今天想一想我要怎么去绑它，是我自己今天的一个配合我整个心情，因为它这个鞋带其实蛮长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绑，然后前面这里有这种小扣子嘛，就是那种旱冰鞋的小扣子，然后你可以扣在上面，有时候我就不扣，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绑起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心情来变换，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双鞋呢，其实和刚刚那两双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它是来自 Alexander Wang。这双呢，我也是买了大概快有3年的时间了，就也是一双买了很久的鞋。这一双呢，我喜欢它的原因，肯定大家一眼就看到了，就是它前面铁环的一个设计，它会有一种它在保护这个鞋头的感觉。我自己猜想的，它的设计灵感是这样来的，因为它的整个设计灵感肯定是来源于军用靴嘛。那么军用靴我们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它肯定是需要耐磨，然后有可能它需要面对一些不知道的一些情况，所以他就想说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铁环，然后来保护这个鞋头。虽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会增加那整个 vibe， 你在穿一双军用靴的那种非常野外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设计它能够通过一个单品所带来给那个穿搭的人的一种感觉的一个地方，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形容的清楚。然后这双靴子呢，它也没有像Dr. Martens 的那个缺点，就是比较磨脚的缺点，因为它的这个部分的皮质是很软，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地方的设计我也很喜欢，就是它后面有2个圆环，这2个圆环的设计其实我自己猜想下来也是来自于军用的那种靴子的，因为可能会不会军人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因为有很多人会住在一个地方，所以鞋子不可能全铺在地上，可能就会挂在一个地方吧，所以就需要设计一个这样的圆环来让你的鞋子可以挂在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吧。反正这个地方我也很喜欢，就是你拿鞋子的时候可以这样拿，
就像是拿了2个小摆件一样，就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然后说完了刚刚那些那么厚重的靴子，我就想在中间来和大家插一个比较轻便一点的，它其实比较适合春秋天来穿的一个有点像靴子但是有一点像单鞋的一双鞋子。这双靴子来自 Maison Margiela， 然后它换了设计师之后，就换成 John Galliano 之后呢，就又带来了一点点那种西部牛仔感的那种风格，就有一点点那种 hippie 的感觉。其实在这里大家不知道它是怎么去穿的嘛，其实它这里就是一个这2个带子，然后你在绑的时候你就可以绑在你的就是腿上，然后绕一个圈这样来穿。然后我在搭配这双靴子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它的整体的造型感，然后搭配的整个多样性也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你光腿来穿它的时候，它在你的脚上这个绑带的部分也是一个装饰嘛，或者说你穿那种裤子，比如说你穿西装裤是一个比较长的裤子的话，你可以把裤子扎在这个绑带的里面，它就会有一点点那种把你的裤子变成一个萝卜裤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会增加整体的一个设计感。然后这双鞋子的鞋头其实和刚刚那双 Ganni 有一丢丢的像，但是又没有那么的像，因为它的这个鞋头的地方 Ganni 的那双刚刚是大概在这里就截止了嘛，但是它的这双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尖的一个类型，所以它会更加的要比 Ganni 的那双要更加的有个性一点。所以我是觉得一般像尖头鞋，它的这个鞋头的地方越尖，它就会越有个性，越给你整身的搭配带来一定的那种强烈的冲击感。但是不得不说，它越强烈的冲击感就会有一点点说它没有那么好驾驭，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搭配的时候没有那么日常，没有那么百搭，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也是个缺点的地方。然后这双鞋它的鞋跟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倾斜的鞋跟，然后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发现倾斜的鞋跟它有2点好处。第一点好处就是它看不出这个鞋跟有多高，比如说一个8厘米的鞋子，然后它是直接竖直下来的话，就会觉得它特别高，但是一旦它有一点点倾斜，你其实就看不出来它有8厘米，然后它可能在视线上面的高度就可能只会变成6厘米或者5厘米，所以你在穿上的时候它有一点点像隐形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点，这种倾斜的鞋跟呢，它也会有一点点让你整个鞋子有一个造型感的，就不会有那种死板的感觉。大家想想，如果这里把它补齐的话，这里把它补齐，然后是一个竖直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无聊。但是它一旦一倾斜，你就会觉得哇，这双鞋子的弧线非常美。然后下一双靴子呢是这双 By Far， 是我在上一支视频里面也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和大家讲了很多遍了。然后这双靴子的优点我在上一支视频也讲过了，就是它这个绑带的地方很可以延长你的腿型，然后还可以收缩你的脚踝的部分，可以让你的脚看上去更细。然后这双靴子在搭配的时候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主要的整个风格呢，你穿上是有一点点那种城市都市女性的感觉，就是都市女性摩登感，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是有那种旱冰鞋的感觉嘛。其实我觉得旱冰鞋整体的理念会给我带来的一个我印象中的感觉是，可能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盛行旱冰啊或者滑冰这种活动的时候的，所以它算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代表。所以当它把它用在现在的靴子上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带来一点点那种复古一丢丢的，就是90年代复古的一个现代都市的感觉，因为那个是城市里面玩的东西，不是农村啊，或者说西部玩的一个东西嘛。但是这双靴子呢，其实有一个我没有那么满意的地方，所以我是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的，就是它的这个皮质，它的这个皮呢是属于那种不薄不厚的一个皮，所以它会有一点点脆脆的。所以我当时是去年买的这双鞋嘛，然后当时买到之后穿了1次，它的这个部分就其实有一点点稍微变形了，特别是我的脚真的穿进去了之后，它的这个地方就是脚踝的那个部分会容易起皱的地方，它就会起皱褶。然后这个皱褶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显得你整个靴子比较旧旧的感觉。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点旧旧的那种穿着的感觉，它一旦皱起来之后，这里本来应该显瘦的地方就会没有那么显瘦了，因为这个地方皱起来了嘛，就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没有精神，所以这是我没有那么满意的一个部分，但总体来说是很满意的。所以如果说白发以后能够把皮质的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解决一下是比较好的，当然就是他们也应该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个视频了，然后就大概是
这双靴子。然后接下来的一双靴子呢，也是我去年入手的，是来自一个韩国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叫 Doratory。然后当时是 W Concept 选款的时候，我选的这一双。然后这一双呢，其实 By Far 他们也有一模一样的设计，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设计的鞋。我当时选这个颜色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秋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想要搭配一些浅米色的衣服，就是比较浅色系的衣服，所以我需要一个除了白色以外的浅色的鞋，所以当时我就选了这种米黄色。我觉得像这种颜色的鞋子穿上其实是很显白的，就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是很衬肤色的，能够把你的肤色衬得比较有气色一点。但是这双鞋呢，它其实也和 By Far 有一个通病，就有一样的毛病，就是因为它这个皮没有那么的好，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皱褶。虽然说吧，就这种皱褶其实在基本上80%的靴子里都会出现，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买到的鞋子它是完美的，这是我觉得它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就指出来，就是这个地方皱褶。然后你穿上之后呢，你的脚踝该瘦的地方就看上去没那么瘦，就不像 Ganni 的那双，因为它的皮很硬嘛，它不会根据你的脚踝的地方起皱，所以它穿上就是很硬挺的，然后永远有一个那种精神的弧线在那里。然后我在搭配这双靴子的时候，我自己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双靴子，因为它的这个鞋面的宽度没有那么的宽，就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宽啊，就可能对于你来说是正好合适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的宽，就没有那么的衬我的整个头脚比。所以说呢，我在搭配的时候，我尽量的上半身都是一定要选择显瘦的，然后显高的，就显得看上去比较轻便的一些衣服的。我是一定不会穿那种非常胖嘟嘟的羽绒服的，因为一旦穿上就会显得我的脚很小。然后接下来有2双靴子我一起来和大家介绍，因为它们俩是一模一样的版型，当当就是这一双 Maison Margiela 的 Tabby。 然后这2双呢，我是先后购买的。这双鞋子的设计，因为它前面是这种马蹄的这种感觉嘛，因为它设计灵感是来源于日本的那种穿木屐的时候他们穿的那种袜子的，所以它其实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你在穿什么那种感觉。就我经常穿出去，特别是我现在住在美国的乡下，有时候你穿出去你是可以看到那种就是路过的路人就你在穿什么鞋，这个鞋怎么还分指，还要分2个指的那种感觉，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脑袋上的问号。所以它是一双你觉得好看就好看，然后有些人觉得丑，它就真的非常丑的一双鞋。然后它在今年也很流行，就是突然间就火起来了，就让 Maison Margiela 变成了一双制造 Tabby 的制鞋厂。然后但是我是真的打从心底里非常非常喜欢这双靴子的。首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Maison Margiela 他们家最有魅力和最有魔力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鞋子是属于有设计感的日常。我不知道怎么和大家讲，就是它的整个版型其实非常非常简约，但是你在看到这双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它好有设计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利用说那种大色块或者说大的印花来给你一种它很有设计感的感觉，而是它是利用剪裁，然后那种解构主义的整体的风格来让这件单品看上去很有设计感。然后搭配起来呢，我觉得也是真的非常非常好搭配。这也是我觉得 Maison Margiela 他们品牌真的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一旦能够接受它的剪裁，你穿上你不会觉得很浮夸，它就是一个非常沉着的一个设计的亮点的感觉。其实我真的有时候词汇很匮乏，我就每次在形容这种我很喜欢的牌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词汇很匮乏，不知道怎么和大家讲。然后黑色的部分呢，我在搭配的时候就其实也是很好搭配的，因为我当时买一双白一双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白色嘛，然后我真的好喜欢，但是白色呢它又有时候不能搭配特别深颜色的一个穿搭，会显得比较不那么契合嘛，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一双深色的。然后思前想后，因为这双鞋子也蛮贵的，所以我就买了一双黑的，就黑的也是比较百搭的，然后比较可以陪伴我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就买了这双。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靴子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双，也是来自 Maison Margiela 的。我觉得我真的是在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们家的喜爱。但是这双靴子呢，它其实是早就已经没有在卖了，它应该是3-4年前的一个季款，然后也
也不是属于那种经典款嘛，所以它没有再继续的出。我拿到这个视频里来和大家讲呢，是我觉得它有几个可以讲的点。它的鞋跟这里像一个装饰品一样，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买的。但是这双鞋呢，其实我买回来我只穿了可能3、4次的原因，所以也是这一点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它，但是不得不说它有很多不适合我的一些点。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它的靴筒，它靴筒的高度呢，其实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有点高的，因为它整个靴筒本来是一个比较宽的靴筒，我穿上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松松感觉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靴筒对于我的腿来说有点太高了。比如说像这一双 Ganni 也是宽靴筒嘛，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然后这一双也是宽靴筒，我对比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对下来，这个地方它就大概高了这么多，大概2厘米的样子。它就对我来说，我的腿来说就有点太高了。其实我上支视频就没有和大家讲到靴筒的问题嘛，我在这里就可以和大家讲一下。这双 Ganni 对于我来说，它是刚刚好可以露出我腿细的部分的，但是因为这一双靴子它就高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它就把我腿的细的部分完全的挡住了，就只露出了我腿的那个肌肉的部分，就会显得我的腿比较粗。所以我搭配它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搭配像那种半裙的，就是像裙子这种伞状的一个弧线，能够稍微优化掉它这个缺点，但是也就证明了它没有那么的百搭，所以我穿的次数会比较少。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双 CK 的靴子，然后它其实是当时就是 Raf Simons 在他们 CK 那里的时候出的一个副线嘛，是那个 205W39NYC， 它的名字太长了，我真的是记了很久才把它记住。然后当时我是一眼就相中了这一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马蹄扣的那种感觉的这个铁钉的设计，然后它搭配起来的话其实也很好搭配。平时在搭配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只要是一身日常的衣服，然后比较简约，然后比较基本款的衣服，在我搭配了这双靴子之后呢，就会立马有那种很率性的张扬的感觉。然后这双靴子我穿起来是没有一点点的不满意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看它是否 match 到你整个人的一个个人的感觉和你个人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这双靴子它是比较适合那种比较男生感觉一点的女生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女生，特别是亚洲女生本来就有那种温柔的感觉嘛，那种类型的女生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你穿这种非常男生感觉的鞋子的时候，有一些穿起来是会比较奇怪的，就是没有那么 match 到你本人的一个气质。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单品或者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还是首先是一定会考虑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我觉得真的你穿衣服就是让自己开心的。但是其次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要说让自己看起来很舒服，然后符合整个审美的话，肯定是要一定要配合到自己的气质是最好的。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双来自 Church's 的切尔西靴，他们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切尔西靴都是以它那个名字命名的嘛，所以说明这个类型的切尔西靴就是来源于这个品牌的。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在想买切尔西靴的时候选择这个品牌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既然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就像那个 Dr. Martens 就是马丁靴的名字也是以这个品牌为来由来命名的话，肯定买到它的那个起源的那个品牌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这双鞋子呢，我也是买了有3年4年了吧，就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也是我今天介绍的所有靴子里面最有工伤感的一双鞋，因为它是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平滑的，然后没有一丢丢的那种厚的那种感觉，就不像那种军用靴的那种感觉，它是完全一点点都没有的，就非常的工商公务感。因为它的鞋头的部分是非常像皮鞋的，就是它的这个部分的弧线就完全是和皮鞋一模一样的。然后再加上 Church 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手工做的，然后皮质也很好，所以穿上也是很舒服。但是这双鞋子呢，不得不说的是我的码买的当时稍微有一丢丢的小，再加上我的脚对于我的身高来说本来就有一点小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它的鞋面宽度没有那么宽，就会显得我的头比较大。所以我在搭配它的时候，我穿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春天或者秋天这种没有必要穿那么厚的衣服的季节，这样我会更加容易平衡。然后今天的最后一双靴子，我想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Saint Laurent 的一双靴子。其实它整个感觉也是有一点点像那种马丁靴的
整体的那种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大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设计。然后这双靴子我也是买了2-3年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介绍的靴子有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鞋，就是因为我真的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鞋子，所以我在买的时候我会比较多的去考虑这种鞋型的鞋子。然后这双鞋呢，它跟其他的几双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旁边绑带的地方是在2个侧面的地方，然后中间是一个拉链，来让你穿鞋子非常方便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马丁靴它就算要设计拉链，也是这里是一个就是那个系带嘛，一个系带，然后那个拉链一般会设计在侧面所以它的这个地方的设计还算是一个蛮有趣的设计的，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就直接这样穿进去就好了。再加上这双鞋它上面的这个地方是做了这种很软的一个缓冲垫的，就完全不会出现磨脚或者说卡脚的问题的。然后这双靴子呢，因为它价格真的比较高，是来自 Saint Laurent 的，但是它的质量呢也是比较好的。我自己的总体的经验下来说，我觉得大牌的鞋子虽然它真的非常贵，但是它的质量真的是比较好的，就是你起码买回来，然后你可以穿好几年。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自己来说就是我不是属于那种真的钱多到我可以把整个秀款，然后那种非常夸大的就随手就买回来了。所以我是在买这种大牌的鞋子的时候，我是需要考虑的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在买的时候呢，我都是会买经典款，然后比较耐穿耐看的款式的。我是基本上很少在大牌上面去买那种爆款，或者说很快就会过季的一些款式的设计的，就是真的会让你穿不了多久就不想穿了，然后那么它又那么贵，然后它的质量又在那里放着，你就会觉得其实挺浪费的。所以我一般像大牌的话呢，我会倾向于买经典的保守款。然后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我自己最喜欢的14双靴子。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踝靴的这一个高度，我还是觉得踝靴是最百搭的。其实我也有一些过膝靴，然后那种高筒靴，但是我是自己觉得说我们还没有买到一个质量非常好，然后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些品牌或者是那种单品吧，所以我就不拿来跟大家讲了。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满意的靴子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不可能全部的都买回来，再加上有一些靴子呢，它会和我现在拥有的靴子撞款，所以呢，我会在我的公众号上面写一篇我的心愿清单的一个文章，然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视频的内容。如果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请关注我的频道，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因为我有在定期的发。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